一级棒，美味しい大汉板豆腐。职场伦理大对决，这种事你能忍吗？主管还没下班，我该不该等他下班再走呢？绝对第一个走，留下来就是滑手机玩 Candy。我们都是公司的牛马，我没有功劳，但我有苦劳。你留一次之后就会常常需要留下来。你们家境应该是很好。这种人呢，你就是第一个被裁掉的。不是，认真工作被忽视，找对方法才能加薪。泳池会馆的柜台当应征嘛，然后老板那时候就说啊，进来2个月，我们表现比较好的可以加薪。我那个时候呢，就电脑能力比较强嘛，都是我在整理。那我另外一位同事呢，他就是早班结束之后呢，他就会换上他的比基尼，就在泳池边走来走去，1个多月他就先加薪了。我就想说，所以他就大展宏图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了5位来宾啊，究竟又遭遇到了哪些不公不义的工作状况，让人心有戚戚焉？我们欢迎他们出场，好吧？来介绍这边，林道远、林柏宇，欢迎2位。再欢迎吴尊秀秀子，还有张女士海苔熊。哎呦，年度力捧新人啊，真的太重要了。当然，同时当然还有我们的女王团的代表，欢迎3位。女人气主播洪丽恩。阿妹，金牌人气演员阿 Q， 好。有了女王团之后呢，真的我们增加了不同角度的视野啊，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对吧？来，我想要赶快来分享一下呢，这个一些数据，人力银行它到底调查了些什么？对，2024年，听好哦，来，人力银行调查有发现哦，听好哦，在职场上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有高达70%的上班族第一时间是选择默默承受的，70%的。好，其次36.2%的人会立刻辞职，绝不委屈自己。哎呦，这么爽！即使有萌生离职的念头，仍然有40%以上的人选择留下。这个平均忍耐的时间长达9个月又5天呢。哇！究竟在这个钱越来越难赚的时代，我们是该为五斗米折腰、咬牙苦撑它，还是该一言不合我就转身，啊，帅气的离开？对。接下来我们的女王大调查来了，职场文化这些状况你会怎么选择？请把全场的准备好。来哦，来弟弟。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上下班时间，只要有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好。但我的直属主管是那种每天都要忙到晚上8点才走的人。每当我做完工作收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冷冷地说一句：“哦，今天好像比较不忙哦。”我知道他没有直接要我留下来，但我感觉压力超大。请问，到底主管还没下班，我该不该等他下班再走呢？有画面了啊，有画面了啊。那请举牌，该全不该是叉，该不该？不该。竟然有2个圈，竟然有这么多叉，有那么被虐的吗？啊，竟然有，你说竟然？对啊。这不是他们，好，你不要跑，你不要跑。Lady first， 你先讲，为什么可以？为什么要留下来？我觉得理想上大家都是时间到就下班，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那么多差啦。主管都在旁边盯着你说，该要走啦，你一定会选择留下来的啊。我们都是公司的牛马。没错。那你留下来你要干嘛？对啊，就是打 game 吗？可能看剧、装忙，看主管要不要约他吃饭啊？因为我现在待在球团里面嘛，我真的都是可能有时候都是最早到，然后最晚离开，有时候都待超过12点。我甚至有问球团说，要不要帮我安排一个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我就在那边睡，然后隔天起来直接上班。你在说真的假的？真的。我会不会追得上来看到你在这边了？好认命的，吃便当。好，阿 Q。因为我是很容易被请了的那种，他那一句就很可怕，就今天好像不忙哦，我就觉得哇，就是如果我就是真的这周下班，我好像承认我工作好像真的太轻松了，然后你有做好分内的事啦，你已经做完了。可是他不知道啊，他也不会这么觉得啊，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做给他看的，而不是自己看的啊。他已经这么认为了，而且周围人都还没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不敢走，万一之后有裁员或者什么的话，我应该如果我这么优先考虑，对我这么任性的话，我被优先考虑。但是太缺钱。好，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面有12个人，只有一个有急事先走了，
11个都在，连同他自己11个都在。这个情况，主管还没走，你会走吗？再给我讲一遍好不好？来，继续拍。真的假的？要走吧，要走吧，这要走吧。怎么可能走完了？你们家境应该是很好。不可能，你们还是走啊？这样就一半一半，这样就合理了。这样就比较合理了。看一下其他人的状况嘛。对，为什么赶不走？为什么要留下来？海内总，你的立场是比较偏激一点，你等一下。不能纳入考虑。他特殊。来，林博瑜先举个就不走了。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大家就是个团体嘛，我不想要当第一个，我也不想当最后一个。我如果在中间，我中庸之道，先吵也不会先吵我啊。这就是当兵的那句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对，聪明，没错，聪明。对，你敢走？我走，好帅，绝对第一个走。为什么？没有啦，因为我不虚，个人做事不虚伪。对，这不是虚伪吗？这是不是虚伪？你说你留下来要干嘛？留下来就是滑手机玩 Candy， 不都是这样子吗？是啊。所以还有我就是觉得我分内事情做完，我对得起公司了。因为像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坦白讲我没有领底薪啊，对，那我就是我做完了我有业绩了。责任制啊，对，责任制。那个卖房子。是，我现在房总。那我当然就是有机会点我就做，没有机会点啊我在那边我干嘛？我玩电动嘛。做给主管。对啊，我做给多给主管骂而已啊。看来他现在比较有底气了啊。主管还求你不要来，看来是有底气的，对，他在讲话分贝比较大了。对，不用看人脸色了。好了，我们现在的选项回到刚刚，你会不会留下来？大家基本上都不会，都不会。你们这两个阿 Q 跟秀子听一下，好不好？你们说的有点道理，但是大家为什么倾向于是我不留下来？来，吴尊，我觉得因为你留一次之后，就会常常需要留下来了。因为主管说哦，反正我这样子讲，你就会留下来了，那你就一直都留下来吧。你也不需要提早走，你做完事情之后，他可能还会再丢事情给你。是，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我以前待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主管每一天他都工作到很晚都不回家，然后他其实已经下班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他还不回家。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跟我回答就说我在公司，即便我没有功劳，但我有苦劳。他讲了这一句话，他也是做给上面人看的，对，虚伪，对，他就跟我说这句话，我就发现，因为我不想要待在公司那么久啊。我这个哈，而会不会还有一个可能是他其实回到家没有人可以跟他相处，他有可能很寂寞，或是在家庭有一些问题。你现在要分享鼻酸的部分吗？因为这是一个很可能的事情啊。他觉得待在办公室有人在旁边，不如待在这儿。对，家里没温暖，还有不想要照顾小孩的，也不想回家。对啊，不想你这讲了另外一个人的黑暗面，这个。因为像我自己也是责任制，我就觉得说我是做完事情的话，我就会先离开。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曾经就是我们有个同事也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主管就是过了下班时间还是会留下来，所以他反而会做事就跟着做很慢，他就故意把事情慢慢做，因为他想要陪那个主管下班，所以他反而是把他的时间，你知道他的效率就反而是降低的。所以我就会还是一样按照我自己的下班时间走。然后我曾经也有主管就说，哎，你都没有很忙的样子，每次时间到你就要走。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我超忙的，可是我都安排得很好，所以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事的话我就先离开，我就会这样直接讲。可是新闻工作不一样啊，有时候有些新闻是要待命，要等啊。可是有轮班制啊。对，因为我们是而且是责任制，其实我们事情做完，独家有跑道，就基本上就可以先走，没关系。独家有跑道就可以走了。当然呢，一样有业绩啦，我们也是有 KPI 的，都是有底气的人。对啊，来，邵完没？我也是前提会先看自己的工作完成度，如果工作已经完成度差不多，那我一样会先走。而且我曾经有朋友，他们也是为公司就是卖命的那一种，就觉得熬越久啊，然后等级越高之后，可能升等加级会比较有希望。就殊不知裁员这边裁老鸟，因为老鸟的薪水高，哦，所以他们那个反而他们说留新人，然后砍老鸟。天哪，你这样威胁到阿 Q， 他未来就这样哎。对，然后真的，就他们那时候还有那种就是已经快被退休2-3年的，也是被砍掉，直接被开除了。在2-3年就要退休了，他也被提前砍掉啊。对，因为这样就没有退休金的问题，对啊，省一笔退休金。所以他都觉得哇，有些企业好黑暗。他在讲的算个案呢，不算普遍现象啊。对，这个就是职场 PUA 啦。刚刚说是极端的现象，并不是哈。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国外的工商心理学院就显示，如果要裁员，这2个人薪水一样，要裁的话，你会裁有能力的，还是会裁努力的？
男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跟努力的，有能力是会每年帮你大把赚进钱，努力的就是会一直留下来加班。你会猜哪一个？努力的。所以像阿 Q 这种人呢，你就是第一个被裁掉的。我是特例，我是努力又有能力啊。那怎么办呢？也是有点道理啊。对啊。刚刚其实有几位有讲到，就是说有些人他的加班呢，是为了逃避他人生更大的困难，所以他不是真的要加班，他是不想要回去带小孩，他是不想要回去做其他的事，他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忙，觉得自己好像很有成就感。所以如果你是加班的那一个，那你就要想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躲啊？你不用跟那个想要躲的人一起在那边加班啊。第三个，通常在职场上面压力最大的就是挑战太困难，任务太困难。第二压力大的叫做装忙。研究发现，对，研究发现装忙压力超大，他其实很累的困难任务。装忙会有压力吗？对，很有压力。他们就调查说啊，我们给你一个超难任务，一个超简单任务，跟一个刚好的任务，发现那个超简单任务呢压力第二大。能理解。因为你要演呐，对，我觉得好累啊。那个演的过程很辛苦哎，对，好极端，压力会很大。你想想，你今天这工作只要1小时要完成，你要做1天，你是不是很累？好累，好累哦，而且你还不能随意走动。这个角度很厉害哦，真的很高兴你给了我这个想法。哦，装忙原来是第二类的，第二压力大的，很精彩，很精彩。好了，不留了。下一题。下一题，老板临时交代我下班后陪他一起去跟客户聚餐，理由是我长得好看，说话得体。但我对这个专案参与并不多，而且这个聚餐也没有额外的加班津贴，我心里其实不想去，但拒绝老板一定会让老板不开心。请问，老板要求额外的聚会应酬，我该参加吗？你该去吗？请举牌。去了啦，起码普世价值是啊，就是即便那个不是在你的工作责任范围内，但是比如说像刚刚他那个情况是，我可能可以认识更多的客户，你的人脉是要自己积累的时候，对，尤其我已经被说了，你是长得好看又会说话得体，对，认可你，对不对？你要来颠倒，长得很 dirty， 然后说话又够。dirty。我觉得这是老板对你的一个信任，就是曾经有被我一个朋友要求，就他也是事业做很大，然后他常常会需要跟其他的老板去谈一些合作案子或什么，可是因为他这个人比较沉闷一点点，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有我们的局，你可不可以来一下？你也不用做什么，你就搞笑做你平常在电视上做的事就好了。我说好啊，可以啊，我就去，然后帮我们活络气氛。就他们很多我朋友很多合作都是因为这样达成的。好棒哦！对，就是变成一个助力了。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如果真的有这样需要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可以试着去做，也可以让老板更多的信任你。对，对他都肯定你了。对，蛮好哦，蛮好哦，洪丽麦。主要就是因为，当然就像刚刚也有讲到嘛，他有称赞说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反应嘛，表示说他是需要这样的人在现场。那同时间，当然虽然说这专案不是我负责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席间就是听听看，然后额外学到一些东西，或者是额外认识到一些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加分啊。漂亮，心态的转换非常好，没错，说的非常好。我有一句金句，我觉得啦，就是金句啊，金句啊，这里说大海捞针，倒不如抓住一线希望。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刚刚在那边演了这么久，倒不如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因为但这一次是主管已经点名你了，点名你第一个就是赏识你了，而且这时候有时候出去应酬就是你最可以表现的时候。可是不好意思，刚刚那一切都发生在你走了之后。真的吗？你今天来去我去应酬了，他是5点半宣布这个事情，好笑，那你4点半就走了。我们要找到这次机会啊！就留下来吧，所以还是要虚伪一下，是不是？对呀。你们都没有仔细看人家讲话，他有一句话说他其实心里不太想去，是啊。然后有一个现在政府在推导的一个概念叫做职场不法侵害，也就是说你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安排你去做工作以外的事情，不给你加班费，这样其实是违法的。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一开始讲的第一句话，你们全部每一个人都被 PUA 中了，就是你讲话很得体啊，然后你就是感觉这个看起来也很不错啊。他1次这样，2次这样，3次这样之后，你就会慢慢被他请了，然后就被抓住。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超重要，但大家都忽略了，就是这个案子不是你负责的嘛？那万一你去了，你表现得不错，那你那个旁边的同事。真的负责的同事，他会怎么想你呢？他会不会后面捅你一刀呢？所以我接过非常非常多类似的 case， 就是你一定要先知会那一个负责专案的人，然后跟老板说，那因为不是我负责，那我跟他我们一起去，这样你才不会自己把自己屁股插一把刀。屁股好远他是那个案子的负责人，但老板找我说好，我会跟他一起去，对，让他知道我不是你带我去的，我是陪他去，有点意思吗？怎么开？我觉得这很好，这个提醒就蛮好的。海苔熊虽然偏激啦，但我觉得有时候你这些醍醐灌顶的效果蛮好的。对啊。好，来，我们再来继续下一题。最后一题喽。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了，很好玩，没有，就这样。我被吩咐要准备一份关于这个月行销活动的成效数据给老板，主管跟我说，你把曝光数字写漂亮一点，反正老板不会去查后台资料。虽然报告只是内部参考，不会外流，但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这是编假数据骗老板。请问这种情况我要照做吗？内部会议资料哦，请举牌。写圈，你很帅，好厉害哦！你很帅。我本来要举中间的，一半是为什么？我本来要举，因为是内部资料。内部资料的话，让内部人先参考一下，这可能是我们想要定的一个业绩目标或者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的确没到，还差一点，但是去年的同期我们其实做的就比今年好，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有机会。老实的说，对，我就有激励作用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主管交代的你也只能照做啊，因为毕竟他交代给你的东西，因为你不太知道内部会怎么样，或者是我能会不会，因为他说上级不会去查。所以可见我无法touch到更上级的，所以我只能先听我的主管的。那你会不会被是那个推坑的人呢？对呀，因为我曾经也这样被捅刀过。就有时候我接公关公司的活动，然后我们给的名册都是我们照念的名单嘛，然后人家递的名单呢，他就写错人名了，可是是我念出来的，然后客户就怪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不能够越过公关公司去touch到我的客户，然后公关公司说没关系啊，都过了。意思就是他叫我担这个责任，他叫你背这个锅。对啊，所以我想说，我想到这个 case 就是我无法越过我的主管去touch到我的高级，所以主管说我只能先照做，因为毕竟我还要对他，所以我想到是这个状况。这也太委屈了吧？我就怕对啊，我都被那个被客户端那边说我不专业。如果真的查下来了，有一天发现数据真的作假了，然后就像主管要你背黑锅的话。只能你就怕理亏耶！跟你不做的话，主管要说你不听话，那怎么办？哇！对啊，我变成他上位的工具。应该有第3条路可以选吧？有。不错了，我觉得我的做法会是这样，因为其实做假这件事情已经触碰到我底线，我不会做。但是我会同时给我的主管另外一条选择 option。这个数据它一定有很多面向，比如说我们的收视率，我们有一个整体收视率，对不对？那我可以做分层 TA 的收视率啊。比如说25到49，哇，这数据很好，那我拿这个换个方式给他这个数据嘛。聪明，挑一个好看的给他看。对。但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数字做得太漂亮，我觉得大家就活在那个泡泡里面，你就觉得这样好像就够了，这样就好像就可以了。就像是如果今天民调说哪个候选人怎么样的，然后你把数字弄得很漂亮，然后如果候选人可能觉得我这样好像民调不错 ，OK， 选民如果觉得这些民调好像 OK， 那应该妥了，应该 OK， 但真实的数字可能在更往下。我觉得那反而在未来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决策错误。对，决策错误。因为你如果不老实说的话，没有办法对症下说。那现在这个状况，我们该去怎么去解决？没有据实以告的话，就没办法去披露真实的现象。对，我想是这样。我当初民调就是这样。太漂亮，民调太漂亮了。好久不见，没办法。好久不见。对，当初就是这样。那研究上面发现呢，双面讯息。
有正的也有负的，比较能够说服老板。如果你只给他正的，他一定会鸡蛋里挑骨头。比较好的呈现方法是，你可以跟你的主管讨论说，那我们有80%呈现我们进步的部分，然后20%是还要改进的部分。那这2个同时呈现出去，第一个可以说服大老板，第二个就是也表示你们有进步，而不是都是烂的部分。自省，很好。新人职场冲冲冲，一脚踩上大地雷。主管说，你帮我做一个 SWOT 的报告。想说，身为一个新人，我在公司一定要就是表现，于是乎我2天就做好。刚好大老板就来，那你怎么2天就做好了？以前都跟我说要2个礼拜。我说莫名其妙就得罪他了，想不到。你以为是效率的，对，结果是笑话。对啊，结果是笑话。接下来的第2环节，职场生活大不易，我和公司之间的爱恨情仇。只要够鸟的就拿出来分享一下。1到5分，请给我手告诉我，好，用手告诉我，有多鸟？1到5最鸟，来，请举手。有多鸟？好鸟的事，有多鸟的事，4分，多少？3。我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我那个刚出社会，然后我去广告公司上班的故事。你知道很菜嘛，完全不知道职场规则到底在干嘛。然后有一天呢，那个大老板他就指派这个直属主管说，你帮我做一个 SWOT 的报告。这个直属主管他就直接给我说，那不然你来做，然后我给你2个礼拜的期限，你2个礼拜里就做给我就好了。然后这个主管他隔1天他就出国出差了，然后我就想说，身为一个新人，我在公司一定要就是表现，不是说要图求表现，就是说我要让大家觉得我是个会做事的，有能力的人，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于是乎我2天就做好。哇！2天做好以后，我就不知道要干嘛啦。那一天刚好大老板就来。他就看到我说，你刚来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我说，有，那个主管有给我一个工作，那我已经做好了。然后他就看了一看，我说，你在做SWOT报告哦？那你怎么2天就做好了？以前都跟我说要2个礼拜。我说，完蛋了，傻眼。我就说，对啊，我真的，因为我还在修改啦。本阴差阳错，我就说那就做好了，你看一下这样。结果后来我这个直属主管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完全大改观呢。他就是本来是对我很客气，后来就开始指派一些那种他觉得你弄不属于我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去跑外勤，去外面去做那个大热天去做街访，做那个市场调查。体力活的那种，体力活，就我莫名其妙就得罪他了，真的哎，想不到。你以为是效率的，对，结果是笑话，对啊，结果是笑话，冲康了，不小心。这个很可能发生哦，很常会发生。不打紧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就这个道理。来，吴尊，好难哦。我那时候在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我被我的同班同学介绍去一间就是很知名的球鞋店。去上班去打工，那时候去的时候，反正我就面试。那因为他那间店其实太缺人了，那太缺人之后，就主管说好吧，就是面试我那主管说好，那就是他就这个脸说好吧，那你就看明天可不可以开始来上班，我带你介绍一下环境。我说好，他表情要这么讨厌吗？这个脸，就这个脸，这个脸，就这样。我想说那是赵哥吗？我想说，赵哥没有。吓到了，赵哥，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主管应该不好搞，应该很麻烦。他说你去卖那一区，然后因为其实运动用品在那个时候其实有分好卖跟不好卖的。然后同事啊，什么东西不好卖啊？就比较没有这么知名的牌子牌子对，我就被分配到那一区，然后比较知名的牌子就是可能学长姐或者是我的同学就在那一区啊，我就在，因为他那一区其实真的很好卖，随随便便一天业绩1万是绝对没问题。然后我在那边被分配到就当然比较不知名的牌子，那业绩也比较低，可是大家一进来一定会往知名品牌走。对，那我在那边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事情做，乏人问津。我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一天的业绩是5000。然后他们还就是可能好不容易有人走过来，那个主管就说：“你要去跟客人介绍这个鞋子的特色是什么，这个牌子的特色是什么。”
然后因为其实很多客人是不想听这个的，像我们有时候逛街最怕说，我帮你介绍这个是什么？对，最怕这个。除此之外，就是我的业绩不好做。那特别是可能下雨天，只要下雨，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临近夜市，所以只要是下雨呢，就是第一个被砍班的就是我。我想要下雨最好啦，就是没有什么客人，然后我们又可以就是打工又可以赚钱，但被砍班的都是我。然后因为我们会需要调鞋子或者调衣服，所以我们就要到各店这样去跑，永远去跑的都是我。哇！那最后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一件事情是上班不能做。就是完全没有客人，然后因为连续站8个小时，其实你脚也会酸，你觉得不行，我好想做，一坐下去他就会说你为什么可以做？就是客人进来看到你在做怎么办？我觉得讲的有道理，但是其他学长姐都在做。差别在坐在柜台为什么会那么被针对？我不知道，我以为想说这到底怎么？我是不是那个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所以介绍你去打工那同学是在抓交替喽。对啊，过得超爽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姐要这样对你。后来总之有一次就是说，有一次我真的脚真的不行，我说我可不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我头有点晕。他说不行啊，你就是要站着啊，怎样。我就听说好吧，那我回家做好了。你就辞职了？我就辞职，我只做3个礼拜。就是我就觉得说，他好像处处在针对我，砍我班，然后叫我去调货，然后把我分配在一个真的不是太起眼的那一区。后来我就走，然后我朋友就去打听，才知道说，原来我长得像他离婚的老公。哇！迁怒于我，就他把你面试进来，在折磨你这样子。对来一个长得像我前夫的，好，你死定了。大概系的 OS 这样，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投射啊，就是投射。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录取你？他录取你又要弄你，对，代表他一开始就是想要找他被他前夫跟很形象很类似的人吸引。那吸引来之后呢，因为之前可能都没有折磨到前夫，然后他前夫可能也不能做，所以他就让你也不能做。对，所以他就是其实是特地拿一个替代的对象来折磨，然后折磨到你离开。他后来才知道的，他那个在受苦的当下能投射最可怕的地方是2个人都不知道。就是2个人都默默的都在行使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讨厌这个人哦，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坐下来都觉得没什么，他坐下来就觉得我想到他就是不能做。对，所以就是有一个默默东西在后面运作，他通常都是事后才会知道。然后博宇这种情况我也蛮常遇见的，就是我经常去学校演讲嘛，然后我有一次就去一个就是公家单位，他们其实表定这个演讲是要3个小时，那我想说我应该拿人钱财给人消灾，我就要讲3小时嘛，对不对？结果我大概讲到第2个小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台下长官呢就脸色大变，一坨都是大便。他后来呢就是有讲到被打断哦哈，然后有一个就是旁边一个类似小助理跟班就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不好意思哈，我们通常这个讲座呢都是讲1个半小时而已。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表定的那个规则跟潜规则是不一样。他应该事先跟你讲。对，他应该要事先跟我讲，所以以后呢我就会事先问，不好意思，请问就是通常我们以往的习惯会讲多久呢？还有什么是一定不想让大家知道，千万别提到的？我以前都没问第3题，说可以，通通都可以讲，结果没想到讲到什么就脸色又大变。所以其实事前先调查好这里面的一些潜规则，才不会踩。这很适合在我们尾牙季的时候先问清楚。对，这个老板可不可以拱？这个老板不能拱，那算了。对，一定要问清楚。这个都要问。认真工作被忽视，找对方法才能加薪。泳池会馆的柜台当应征嘛，然后老板那时候就说进来2个月，我们表现比较好的可以加薪。我那个时候呢，就电脑能力比较强嘛，都是我在整理。那我另外一位同事呢，他就是早班结束之后呢，他就会换上他的比基尼，就在泳池边走来走去，1个多月他就先加薪了。我就想说，所以他就大展宏图了。来道远，好的，大家应该都觉得说，房仲业其实就是卖房子、买房屋，就这么单纯而已。但是其实不是。当我进入到房仲业之后，我才知道，哇，这水真的非常的深呐。对，因为当我进入到房仲业之后，其实我觉得艺人的身份多少有一点加分了，因为相对的我们是公众人物，很多的屋主都会觉得说，我把我所重要的东西交在你的手上的时候，我相对的比较安心一点。所以很多的屋主都会愿意给我们专任委托。委托有2种，一种是一般委托，一般委托就是每一家房仲都可以签。
签。对，专任委托的话，就是只有你可以卖而已。所以很多的屋主就愿意相信我，所以就给了我专任委托。当我签到专任的时候，你知道，甚至会有同业。甚至用这个东西来攻击我们，例如说，今天我已经签到这间专任了，而且屋况、价况、人况都非常的好，就代表一定是业绩嘛。我知道业务其实看到业绩是要有狼性，没错，但是有时候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时候真的太丑陋，你知道，就是他会去打电话给屋主，或者是写信给屋主说，神经病，我这边有一个诚意的买家，你可不可以去跟林道远解掉专任，你签一般委托给我？我就可以来帮你做成交了，就是他要去破坏你的专任，你知道吗？他会甚至拿那个屋主还拿那个简讯给我说，这个林道远帮你估价估得太便宜了。但是其实你知道，屋主有时候听的心态其实会觉得说啊，那我其实可以多赚，我干嘛不多赚？但是他会用这个心态来去鼓舞屋主说，你看这个半路出师的，怎么可能会卖？对。然后他就用这个方法，然后就叫那个屋主来跟我结委托。可是你不会卖这事情，他总会知道嘞。没有。我是会卖，现在我做1年做了700多万业绩，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了？是，没有，这真的很气，因为它会变成你为了这个业绩，你去破坏很多的原则。对，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好险这个屋主够挺我，他把这些同业或者是同事之间的这些的简讯都给我看。那你遇到好的业主？对，然后我甚至好家在我最后帮这个屋主成交，不只是社区的最高价，而且有在他们的期望当中。哇，厉害！哇，对，未来估计应该也是一方之霸。希望成为千万经纪人。对呀，你看业绩又好，然后又不喜欢上班，你看多好。没有，我喜欢上班，我喜欢上班，老板我爱你。秀秀子啊，来。我之前有去泳池的柜台，那个泳池会馆的柜台当应征嘛。游泳池。对，游泳池的。然后那个时候同期刚进去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老板那时候就说啊，进来2个月，我们表现比较好的可以加薪。然后我就想说，那打工2个月就加薪了。对，我想说哇，打工还可以加薪，所以我想说能者多劳，多做多赚钱呐。那个时候就这样想。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电脑能力比较强嘛，所以老板就会委托我去可能暑期招生的广告啊，社群媒体的宣传呢，然后去做一些那个问卷的回收等等，都是我在整理的。我想说哇，那我希望就大了。那我另外一位同事呢，他就是比较安分的做好他的柜台工作，但是呢。这个就很奇妙哦，就是我们有一个福利，就是你可以免费使用游泳池。那他早班我晚班嘛，然后他早班结束之后呢，他就会换上他的比基尼，然后呢去游泳。但说实在也不是游哦，他就在泳池边走来走去。泳池里走来走去，外池走到内池，内池再走到外池，这样就走，就这样走一走，然后巡场就对了。对，然后也很奇妙，就像每天这样走一走，然后1个多月他就先加薪了。我就想说，终于他加薪跟这个穿比基尼走来走去是有关联的吗？泳池里面银龙鱼哦，又银龙鱼，大展宏图，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他就大展宏图了。他就是可能男泳客看了开心，老板看了也开心，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埋头苦干，他在那边慢慢散步，这样。你完全也可以有这种条件啊！我那个时候比较保守一点，对，保守一点啦，就乖乖做好分内的工作而已，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就去旁敲侧击的问老板，就说，那个好像有，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有先加薪了，这样我就去。那老板怎么回你？老板就说因为他跟客人应对啊，然后都笑脸迎人啊，然后大家客人都很喜欢他，然后我就是比较臭脸这样子，他就觉得说你就是个做事的人，对我就是个做事的人。海苔兄怎么说？就是你知道能力有分成2种，有一种叫做实质能力，一个叫做社交能力。大家猜猜看，实质能力跟社交能力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容易留下来，而且被加薪？社交能力。答案就是社交能力。他因为老板他一开始就有讲啦，我们看哪一个人表现比较好嘛，对不对？但他并没有说是什么表现啊。对啊。所以对你来说，你可能认为是认真做问卷那些这些勤务的事情叫做表现，但他可能认为就是跟客人那边互动的是好的，或者是在泳池旁边走来走
走去，这个叫做表现嘛，就是要在战场上面，你要先被看见，然后才能够被留下。所以你要保留你身体里面的子弹，你的那个银弹，你才可以留住这样子嘛。然后通常我们会建议进一个职场呢，先不要太努力力求表现，很反智，对不对？你要先努力的去看一下哪些人际关系是可以经营的，然后当你抓住了人脉，你也就抓住了钱脉。先观察。对。暗黑职场现形记，老鸟这招超过分。那我就跟摄影师沟通说我要怎么做，他就一直遮你。对，最后还跟我说干嘛？你是怎样？是拍电影是不是？制作人看到那一段觉得很棒，然后就跟摄影大哥说，这很好看哎，这拍得很好哎。然后摄影大哥说我没有啦，就我当电影在拍啊。哪里呀？我外端的。不用啊，这样的人很多哎。对。我的话呢，是因为我以前是财经记者嘛，然后其实尾牙技术会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要一直到处采访。那以往呢，其实鸿海的尾牙都办在室内。那有一年呢，我就接到消息，他就说，他们今年呢很特别，会办在户外，而且是一个园游会的方式来进行。那他们是首次这样，所以我一听到消息，我就立刻去问了很多细节，我就跟我们长官说，长官，就是我有个独家要报给你，而且呢，当时的那个园游会呢，他还会带他的新婚妻子，当时的新婚妻子曾心怡一起去，很大条了，对不对？结果呢，我那个长官呢，他那时候是新官上任，然后同时间他是跑政治线的，所以他完全不懂这个有什么厉害点。所以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说园游会这东西还好吧，有什么需要做独家的？然后我就说这个很大他就觉得我觉得这个还好，你再换别条好了。然后觉得天哪，这个东西不能这样白白的消失。然后我就转身，我就打给了另外一台的财经记者，我就说姐，这个你要吗？然后那个姐就吓到，她就说这个东西你们不要。然后我就说对，我们不要。她就那我来做。然后我就说好。然后结果当天呢晚上他们就啪独家就先出来之后隔天苹果什么就全部都跟，他就大做这条新闻。然后呢那天早上的主管会议呢，我们的主管就进去之后被定得满头包，就说你们的记者都在干嘛？都没有跑到这个新闻吗？怎么毒漏啊什么的，然后就被定得很惨。然后主管出来之后，他就看着我，他就说，洪莲，他就把那个报纸丢到我桌上，他就说那个这条新闻你做一下。然后我就说这不是我昨天的独家吗？所以我要跟我自己的独家吗？然后那长官就说对啊，你就去做一下啦。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再把那个新闻重新再做一次。你送他新闻那个同业，他有很感谢你，他就超感谢的，他就后来还是打给我，就说你们怎么会不要这新闻？太夸张了。然后就，但是我觉得算了，就当做是你知道互惠的感觉，就是跟其他的同业保持情谊，也是社交能力。对啊，对社交能力，对这个社交太重要了。而且他很舍得他舍得送这个新闻。对啊，其实虽然你看似放弃了独家，但是你内心也暗爽说你看吧，是不是？对不对？对，所以在职场上呢，如果你很有用，那你身边的人通常就会很没用，所以有些时候要让自己没用，他才会变得有用。所以你那一次其实做的就好吧，那我就没关系，就他就有 guts， 他得要扛起来嘛，然后他需要好吧，那还是你去做好了。所以不要每一次都当冲第一个那个，因为冲第一个的那个通常会第一个死，知道吗？炮灰哦。我昨天打。那你等一下分享吗？我现在不知道那鸟算几分，但你得帮我看我的鸟。没关系，再大的鸟我们都听得下去。可以。怀疑你在开车，来阿 Q。我是做演员嘛，但演员的工作本来就很不稳定，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企划的实习。那是一个外景，就是美食节目。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制作人就说因为有一个单元可能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知道我有在拍片，所以就让我试试看，就是自己承担那个单元，就是要一些空拍干嘛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表现一下，因为我会拍片嘛。那我就跟摄影师沟通说我要怎么做啊，其实也很正常，好，因为那时候那个摄影大哥就是他好像在公司的名声本来就没那么好，就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冗员，就是不大爱，对，不就是已经很职业倦怠那一种。然后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因为他看我就是一个很菜的人，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在命令他就一直遮你，对，我讲一动追一动，讲一动追一动。然后最后还跟我说干嘛？你是怎样？你是拍电影是不是？怎么样？干嘛？你不当演员了吗？当演员没工作做来这边做，类似羞辱这种酸的哇！然后但是又很不爽，可是因为我又缺那个钱，所以我就没讲话。好，反正最后就是呈现之后，制作人看到那一段觉得很棒，
然后就跟摄影大哥说，哎，这很好看哎，这拍得很好哎。然后摄影大哥说，我没有啦，就我当电影在拍啊。然后完全没有提到我，完完全全。不要旁体，哇，不用旁体，这种人很多哎，对不对？对，会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有过的时候就推下面嘛，有功的时候自己揽。哦，可怕的人哦。其实哈，你刚刚这个过程啊，你反而不要去反驳他，你反而要继续捧他。他就说没有了，没什么啦。漂亮。然后你就跑去那个摄影大哥说，大哥真的感谢你，因为我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当演员的啊，我也都不知道怎么拍。还好你刚刚有指点我1、2，所以我们表现得还蛮不错的。哦，好聪明哦。然后对你反而捧他之后，他说，哎呦，这个小子蛮听话的嘛。第2可能之后就要再罚你。好聪明，所以要反其道而行。是的，有道理吧？学到了。来，阿妹来换你了。一开始出来驻唱的时候，场子不多嘛，你一定要找别的工作做。这时候我去应征那个百货公司化妆品的柜姐，然后说在接客人的时候啊，就很多老鸟会点接客人的时候过来帮你。我说哇，他好有爱哦，会过来帮你，职场温暖呢。后来发现，不对，怎么每次到结账的时候，他就说没呀，那边那个什么你去拿一下，没呀那个什么你去弄一下。我就想说，我不是要去结单了吗？后来发现原来那间公司他们是个人业绩，不是共绩。哦，是最后的签的那个谁？对，去结那个才重要。然后而且你没有办法，我不太习惯就是睁眼说瞎话跟捧人家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因为那个柜他们颜色就是比较跳，那一年我记得很流行那什么蓝色的眼睫毛膏啊，有真的很流行那种比较跳色的那一种。然后呢，他们柜里面很流行就是会跟不同的店家一起照相，比说谁把最多颜色施在脸上，还没有违和感。然后有次主管来巡柜嘛，我在整理仓库，然后我就听到一大堆柜姐们讲说，哇，主管你好厉害哦，什么什么的。我说主管那么厉害吗？就出去看了一下，绿色、蓝色、红色什么都施在眼上，我说哇塞，这是大块版图哎，我就没有办法违背跟调色盘一样。对，我就没有违背我的良心去一直捧主管哎，我就默默的，然后又进到柜里面去整理仓库。然后之后我最常进公司做的就是每次要接客人的时候，他就说。没啊，那个柜子你擦了吗？我说有，我早上我擦了，没有吧？你要一格一格拿下来擦吧。然后后来也是做了不到1个月，我就辞职了。太惨了。因为你没有业绩嘛，然后在里面公司你又觉得每次他们捧主管，你又插进不进个话题，我就有这个局外人。我说这个职场我不适合。你要站就不应该是化妆品的柜，你要站是生鲜超市的柜，你知道吧？你是大胃王。吃给他们看。对啊，直接吃。工作认真也有事，竟被老板赶出门。在港式饮茶的是积极的，哪边挥手，我马上就推到旁边去。对啊，不是这样吗？这上了1个礼拜以后，他受不了了，我推太快了。也可能不适合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我的污点，蛮尴尬。你要讲你的了吗？我跟海雷熊他4.5哎。对，他也有，对不对？你这个也很高啊。对，但是我其实不是很擅长，就是介绍自己，不是很擅长讲话，比较擅长介绍知识啦。OK，我们的这个诊所的配置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单子是医师转，然后我们才会有单。对。那所以如果说医师如果都不转给你，都没有挂你的牌的话呢，你就会一整天在那边就没翻牌啊，没翻到你这样业绩啦。对，然后就有一次我们这个年末这个业绩大检讨，然后这个主管就开始说，你们知道吗？哈，我们这个诊所哈，就是有90%的薪水都给3个或4个心理师赚走了。有没有想过其他20几个心理师在做什么？我后来想说不对啊，你也没有翻我们牌啊，那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啊。那你如果你只要3个或4个人赚公司90%的薪水，那不如就这3、4个人就好了。那为什么要聘这么多心理师呢？所以后来我就提供他一个做法，因为他说他记不得我们全部的心理师，我就在他的这个桌子底下呢，就放了一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头照，然后每一个人擅长的领域，对。然后他后来想想也觉得，对啊，我好像都记不得，所以他就请我就每一个人剪一个短片，把心理师变成菜单了。对，然后直接放在进来的时候病人会看到的地方。OK， 所以这样病人就不只是认识那个医师而已，他也会认识我们所有里面的阵容。对，就是你要点哪一位，你就自己点这样。太袅袅，这样很棒哎。对，所以就是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如果你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吃下来。
那你就永远就会像阿妹这样。对。但是我觉得蛮不错，就是遇到一个工作，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要么就是钱委屈了，要么就是心委屈了。对。啊，你钱跟心都委屈了，就不需要在这边继续做了。好了，我那个鸟事我就不分享了啊，因为我那个鸟事呢，在饮茶店的，在港式饮茶的啊，这个就讲吧。你讲一半啊。再讲一句讲。我不知道这环境需要我做什么，我只知道我想这么做。我认为在推这个车子应该是积极的，哪边挥手，我马上就推到旁边去。对啊，不是这样吗？这边需要真龙，我马上推到那边去。不是这样吗？对啊，不然我推太快了。怎么样？如果我是要点茶的客人，我是觉得说好，因为我没有做过港式饮茶，我觉得你可以来跟我主管可以告诉我，他本来蛮喜欢我的，看了我上班上了1个礼拜以后，他受不了了，然后就直接就把一张单子放在我打卡的那个箱子里面。我说怎么多一封信？我想说有人告白了，一开，他说有可能不适合这个工作。告别信。对，告别信。我被 fire 了。为什么？然后他说他有请人来提醒我，可是我的个性就是。我就是那种古道热肠的那种，跟消防队一样，来，就看到我这边飞奔，你知道吗？他说影响到大家用餐的气氛，太积极了。他觉得我影响到客人，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告诉我，车子是我推的，我改推慢点就行了嘛，对啊，对不对？你怎么叫我就走了呢？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蛮鸟的。我觉得那是我的污点，蛮尴尬，有一种被泼冷水。但是因为已经过了30年，超过法律追诉期了，我就决定跟你们分享。所以感谢你，所以先知道你的环境需要你做什么。OK， 在职场上面，我们应该要成熟为自己的职务负责，这是对的吧？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一味的接受所有不合理的安排，然后让自己像狗一样疲于奔命。当你如果真的对这份工作开始产生怀疑，产生自我怀疑，你就会给自己找到一个重新开始的勇气。选对的舞台，你才会真正有发光发热的机会。没错，祝福你们每一个这么有才的朋友，而且这么有爱的朋友，还有这么良善的朋友，好不好？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舞台。OK， 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谢谢海苔狗，谢谢。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